大家好，我是罗富强。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经济恶化，面临债务违约，中国即便受损也要落井下石。美国财政部长耶伦5月初宣布，由于达到公共债务上限的31.4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必须在6月1日前用完紧急措施。如果不提高这个上限，政府将无法履行其义务，将出现历史上第一次债务违约。美国经济目前正面临严重困难。4月3家大银行破产，5月初第一共和银行也面临同样问题，它在美国排名第14位。债务违约对于美国来说危害有多大？中国应该怎样做？这个话题有点抽象，我现在直观一点的说明一下。美国依靠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地位，接近于4亿发行美元，然后贷款给美国的公司和个人。这样一来，美国即便不生产，也能直接拿着美元满世界进口资源和产品，过着富足的生活。但美国总不能无限制的印钞吧，需要将美元收回美国国内，才能又拿到别的国家去买东西。那该怎么办？于是美国又玩了一个招数，美国政府发行美国国债。国债是有可观利息的，因此不少与美国贸易量很大的国家，比如日本和中国，就拿着美国人支付的购物款去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样一来，美元又流通回到了美国，美国就可以再拿出来购买日本和中国的商品了。这就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奇葩性金融现状。私人财团美联储掌握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政府掌握美国国债的发行权，两者互动就成为美国经济的大动脉。中国及其他国家之所以要买美国国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美元太多了，不能用来在中国市面上直接购物，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拿去购买美国国债，不仅有可观的利息收益，避免中国的通胀，还能钱生钱。这样不断的循环下来，美国发行的国债就越来越多了，但美国政府必须支付美债的利息。问题是，美国政府只能依靠税收中的一部分来支付美债的利息。当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就没有足够的税收来支付利息了。如果美国政府的资金余额不够支付利息了，那就是美国国债违约了。怎么办？那就只有增加发行国债。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就拿到了新发行美债的美元，美国就能拿来支付美债的利息了。为了鼓励大家购买美债，美国首先采取加息的办法，于是遏制美国国内的公司和个人投资和消费，愿意把钱拿去购买美债或者存到银行，而是吸引外国的公司和个人把钱拿去购买美债或者存到美国银行中，促进美元回流到美国。但是美国国债发行量总得有个上限，否则就会发生通货膨胀，美债和美元都会崩盘。但美国没办法了，只有提高债务上限一条路可走，否则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这就是美国不断放宽债务上限的由来。美国这样的做法其实与我们很多人都遇到过的诈骗性小额融资很相似，也与传销公司的手法很相似，也就是用后面人的资金去支付前面人的利息，这样下去迟早一定会彻底崩盘。之所以美元和美债还没有崩盘，是因为这是宇宙第一大盘，全世界都在帮着美国在支撑。但随着美国不断放宽债务上限，美国总有一天会撑不住的，就会崩盘。中国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一趋势和危险，正在快速抛售美国国债。2023年3月，中国持有的美债总额为8594亿美元，比2019年的最高峰 1.3 万亿美元减少了 34%。很多人问，中国为何不一次性抛售完毕？因为必须要有接盘的人，我们才能卖得出去，所以只能一点一点的卖。此刻的中国很显然会因为抛售美债而损失眼前的利益，但我们必须这样做，于是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最大化的去美元。
而是尽可能多的抛售美债，让美债没人买。只有美国经济垮了，美国的霸权才会垮。对于美国这条恶狼，我们宁愿自身利益受损，也必须落井下石。